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啊，犯罪分子要么是阴险狡诈，要么是穷凶极恶，极少有人呢能把犯罪分子的形象啊和需要照顾的孕妇联系到一块。可是最近这些年呢，孕妇在犯罪领域里出现的次数可不小，尤其是很多盗窃犯罪过程当中，往往主犯就是孕妇。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因为在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当中啊，有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对孕妇有一些从轻处罚或者免予处罚的规定。这时有一些孕妇呢，利用了这一个法律条款，使自己怀孕呢成为躲避法律惩处的一个工具。今年7、8月份呢，在上海呢，有一个公共事件叫寻找白衣女子，这是孕妇在盗窃领域犯罪的一个典型案例。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的经过。2015年7月末，上海某媒体刊登了一篇金店老板街头贴自创通缉令抓小偷的报道。金店老板通缉的是一名身穿白衣、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女子，怀疑其偷窃了店内价值10万元的黄金。就4个女的，4个人，然后分批进来，然后引我注意力嘛，我到外面来，然后另外一个女的穿白色的衣服嘛，被他偷走的。被他偷走了。这个一整包里面都黄金18K。那么价值多少钱？价值已经达到10万左右。此后，陆续有网友爆料，同一白衣女子先后在浦东、黄埔、长宁等多区商铺疯狂行窃，盗窃物品包括手机、金器等等。因为每次作案都一身白衣，网友给她取名白衣飘飘。她多次偷窃的监控视频也被发布在网络上，一时间寻找白衣女子成了全民行动。白衣女事件引起了上海警方的注意。2015年9月10日，白衣女子唐丽在地铁站落网。白衣女子的名叫唐丽，今年23岁，湖南来沪人员，涉及商场内扒窃拎包案件的共7起，分别为长宁的3起、黄埔2起、浦东闵行各1起，以及涉及徐汇的1起经营加工店的盗窃案。可能这样的事呢，您听说过，但是不一定直接就见过。你看这个犯罪分子唐丽啊，他在被抓了之后呢，审判的也挺难。为什么呢？一直保持沉默，也不吱声，而一张嘴就是这些事都是我干的，就把同伙犯罪的事都揽到自己身上。可事实上你再看呢，也确实是这样。他参与的盗窃案件当中啊，都是他下手偷东西，他的同伙干嘛呢？要么是放风，要么是分散这个受害人的注意力，就是起到主要作用的就直接下手了。那么而且经过这个公安部门调查呢，他去年有7起盗窃案件跟他有关，他参与了。可是这7起案件呢，最后把他抓住都没法处罚，因为他当时也在怀孕。这次把他抓住又是怀孕3个月。你看他这个盗窃有一个特点，第一个呢是不分地点。咱们都知道有的盗窃犯呢，他经常偷东西之前呢踩点干嘛呢？看看这怎么偷方便，再一个这有没有摄像头。你看这个孕妇罪犯这唐丽根本不管这有没有摄像头，就你摄像头对着我大摇大摆的，我一样偷一样拿。甚至呢以这个怀孕的这个方式到这个医院妇产医院去，直接偷这些产科的妇女，肆无忌惮，摄像头面前的根本不在乎。再一个，一旦要被抓住了，大包大揽，事都我干的，都我弄的。他为什么这么有恃无恐呢？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呀，在处理孕妇犯罪过程当中的有一些特殊规定。你像在刑事诉讼法里的规定呢，凡是两怀妇女，啥叫两怀妇女呢？怀孕和怀抱孩子的哺乳期妇女，这叫两怀妇女。凡是这个两怀妇女呢，犯罪呢，一般来说呢，可以采取取保候审。如果即使判了有期徒刑啊、行政拘留啊，也可以监外执行或者监视居住。就说事实上，两怀妇女犯罪呢，尤其是孕妇犯罪，就在你怀孕期间呢，包括孩子刚生出的哺乳期间，你不会去坐牢。所以这个就造成了呢，大量的两怀妇女犯罪之后呢，
要么是教育释放了，要么是行政拘留不执行，要么是判缓刑，要么监外执行，就是不坐牢。事实上等于呢逃脱了法律惩处。所以这是很多孕妇在这方面有恃无恐觉得我犯事反正你也没法罚我我也能逃脱处罚，那就我来干，完了我大包大揽。当然这个获得的违法方面的利益是很可观的。其实这个呢利用自己弱势群体的身份呢，利用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呢，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事以前也有。你看有这个流浪儿童偷东西的，有这个60、70岁老年人偷东西的，也有这妇女呢从事贩毒卖这个黄色下流物品的，都有这样的事儿。毒品泛滥是现代社会的一大顽疾，很多女性被卷入其中。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两怀妇女的特殊政策，不少孕妇或哺乳期的妇女或是被骗或是自愿加入到贩卖毒品的大军里。贩毒分子主要就是利用这些特殊群体进行掩护贩运毒品。贩运毒品之后呢，主要目的为了逃避中国法律的制裁。2014年4月20日，2名妇女采取体内藏毒的方式，从云南往银川贩卖毒品，在西安国际机场被警方抓获。让人惊讶的是，2人竟然都是孕妇。后来2人将体内毒品排出，共计海洛因590克。当时不知道什么感觉，就是人家说要我把东西塞进去了，给我钱，我想只是赚到钱就可以。在中缅边境，毒贩运用体内藏毒、运毒现象很突出。这些贩毒妇女，一个人可在体内藏毒500至1500克，而吞食毒品则需要5到10个小时。一旦体内毒丸外部包装破损，他们和体内的胎儿随时可能丧命毒品。超过1个星期不排毒品在胃里面破裂到会中毒。同样2014年12月，杭州警方也破获了一起团伙贩毒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9人，其中1名女子被抓时已有9个月身孕，而她竟然是该贩毒团伙的核心人物。孕妇的身份让她心怀侥幸，直到被抓前1天还挺着大肚子在街头交易。你看我在生活当中就看到过不少这样的事，比方说这个在火车站哪个码头什么就人员比较杂的地方，小孩偷东西，偷完你抓着能怎么办呢？他这岁数不够这个刑事处分的年龄，有的老头你给抓着，一看颤颤巍巍，随时都能倒地上，你还能怎么办？还有一些人呢装病人，警方处理这案件时候也很头疼。有的是你一抓着拿刀片把手腕子割开直出血，怎么办吧？就这样的麻烦，有时候受害人就觉得哎呀行算了，跟他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拉倒吧。还有的就是像利用这个孩子犯罪，就抱着孩子抱小孩，你真抓着他把孩子往地一扔，哇哇直叫，他躺着哎呀这口吐白沫，犯病了抽过去了。再不就是卖那个过去黄色光盘那个，其实那孩子都不是他的，租了个孩子，把那黄色光盘放到这孩子这胸口这儿你买，把孩子环解开就卖给你。要执法人员来了之后，利用孩子哭他闹，逃脱法律处分，就是经常有这样的。那么现在这个孕妇犯罪这个事儿，其实就是弱势群体利用法律对他的人道主义照顾来进行犯罪，把这个当做一个挡箭牌。其实这一点不仅践踏了自己作为母亲的这种母性的光辉，同时也使法律呢这种人道主义关怀失去原来的意义了。其实法律里边做了很细的规定，既有人道主义关怀的，又有相关法律条文。不说两怀妇女吗？犯罪可以取保候审，意思是你也可以不采用取保候审。同时说呢，可以监外执行，
你也可以不监视，也可以收监。可是事实过程当中，具体到司法部门执行的时候，发现一旦不取保候审，一旦要收监，问题非常大，麻烦非常多。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咱们说一个案例啊，在这个2011年，杭州破获了一个40多人的盗窃犯罪团伙。这40多人多数是女的，其中有25个女的呢处在怀孕期和哺乳期，这都形成了有规模的犯罪了。这一次呢，是我20多年刑侦生涯当中碰到的最大的一个抗洪案件，因为涉及的人比较多，而且又是在公共场合进行抓捕，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很多是来自湖南老家一个地方，一怀孕了，或者是两口子到杭州怀孕之后去盗窃，形成个产业链，就在老家那边哪个女孩怀孕了，来吧，领过来偷东西，但是告诉你怀孕了，抓住也处罚不了你，你也坐不了牢，没事。这些人当中呢，有几次被抓获的记录，那么都是今天抓了，明天继续，明天发，明天放了之后，后天继续作案，因为知道抓住了之后不会被处理，所以这里的人也越聚越多，作案也越做越多。所以这40多人的盗窃团伙里，女的占多数，其中25个处在怀孕和哺乳期。当时给他抓获之后呢，就是怎么处理这些人很困难，都怀孕怎么办？这个时候说呢，也不能轻易放过这些人，这是累犯惯犯，有的甚至这个过去10年间怀孕了7、8次了。他们这个任务分配很明确怀孕妇女、哺乳期妇女动手，其他的不是的绝对不动手。她孕妇总有不怀孕期，哺乳期她总有没过了哺乳期的时候，那么一旦到这个时候，他们就转变成跟班。那么这些跟班他也有怀孕的时候，那么他到怀孕的时候，他就变成是主力队员，变成是主要案犯。在这个地方杭州偷了多少年了，民愤很大。最后浙江警方决定呢，这样把这些怀孕的妇女啊，没有怀孕的该收监收监，怀孕的这些呢，这个包下了一个医院的8间病房。你们不是怀孕了吗？那在这养着，执行监视居住。监视居住就动用了72个警力，24小时轮流看着。你想呀，我们说浙江呢，应该说是经济比较发达的，政府的这个款项相对比较充足，办案经费也充足。可是同样这个事儿，你要挪到其他的相对贫困一点的地，这麻烦就大了。因为监视居住啊，尤其女性犯罪监视居住，至少得有一个女警，因为它涉及到女性的一些这不方便的地方啊，得有个女警。然后这24小时你得监控她，这就不是一个警力能解决的。一般监视一个犯人区至少2、3个人，你要出现3、4个这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需要监视居住，那可能一个地方派出所就那么10多个警力就完了，不用干别的了。所以对工作影响很大。再一个还有费用问题呢，很多地方办案经费都紧张啊，你怎么办？所以对于很多说这种女性犯罪嫌疑人或者说罪犯实行监外居住，对于很多贫困地方的派出所、公安局来说不现实，就这个麻烦特别大。而且比这个更大的麻烦呢，是怀孕产子这一关。这2008年的时候呢，浙江有个孕妇吴某，因为这个家庭暴力问题把自己老公杀了呢，然后作为激情犯罪呢，把他判无期徒刑。可是这时候这吴某肚子大了，要生孩子这个费用呢，谁也不愿意承担，吴某自己没能力承担，她老公让她杀了，她老公家里那些人不行，你把我们家人都杀了，这孩子你爱咋生咋生，不管。所以最后在监狱里头收监之后呢，说这怎么弄呢？最后呢，是由这个当地的政府啊和公安部门承担这笔费用。就说呢，在监狱里头呢，给他孕妇食谱啊，照顾伺候他，妇产科医生天天来，等到生孩子给他送到医院，生完了之后呢，花3000块钱一月，还得雇个保姆，好几个女警的24小时轮流的监控他。
然后这孩子呢出生以后呢，得在他身边哺乳带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把孩子交到哪儿？是交到这个福利院去吧？可是福利院呢有相关规定，收孤儿啊，你这有爹有妈不行，有爹有妈你放弃抚养权我们才能收。可是这孕妇吴某呢，在监狱里头坚决不放弃抚养权，最后没有办法了，说这样吧，把孩子户口啊上到福利院的集体户口啊，以后他这个养育长大这都由这个政府和福利院掏钱，才把这问题解决了。你就想收这么一个孕妇在监狱里头产子收监，麻烦得多大？所以在这些经济压力和一些现实问题压力之下呢，大多数的孕妇是不会在监内执行的，而是监外执行。有的缓刑，有的就放了，有的行政拘留也不执行了。你像现在这有的孕妇被抓住之后呢，躺地上打滚放泼的，一会儿肚子疼，一会儿受不了了，怎么着要出人命，弄得这警察都压力山大。还有的看守所和监狱里的条件比较差，你说这孕妇一旦收监你搁里，万一出什么事了，一尸两命，谁负担这责任呢？所以现在对于公安部门和司法部门来说呀，这孕妇是烫手的山芋，你谁经手这案子都头疼。所以时间一长呢，有很多犯罪分子利用这个钻空子了。你看乌鲁木齐2005年有一个女性贪污犯姓曾，判无期徒刑了。当时她怀孕了，说这个监外执行吧，说生完孩子呢，说那收监吧，又怀孕了。结果10年间她怀了14次孕，只有1次是假怀孕，另外13次都真怀孕。一直到今年2015年，这不行了，把她收监了。她在外边待了10年，就本来判无期徒刑，在外头待了10年。就是这样利用孕妇的这种身份逃脱法律处罚的事，全国各地可以说都不少见。那这样的事，刚才我说践踏了母性的光辉，也践踏了司法的尊严。那这种事情说是就中国有，国外没有吗？国外也有，而且也不少。那么外国是怎么处理的呢？咱们拿英国为例子，英国是你犯了罪，你就是孕妇也不能逃脱法律处分。你不说你怀孕吗？一样收监。说你在监狱里生孩子，那就在监狱里生。监狱里呢有非常完整的这个育儿的一些措施啊，包括生孩子呀、照顾孕妇的这个系统。然后生下孩子呢，这孩子可以跟母亲在一块待着，待到18个月，就我们说1岁半，然后把孩子再送出去，交给他亲属抚养的或者福利院抚养。国外基本上英美啊这些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处理。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怀孕女性服刑具有一定优待，但并非不用坐牢。对于拥有必要的孕期护理条件和婴儿保育设施的监狱，女囚狱中产子很寻常。美国司法统计局2008年的调查显示，美国每年约有 3% 到 4% 的女罪犯会在监狱中产子。近20年来，南美洲女囚犯数量与日俱增。以阿根廷为例，其中1/3的女囚都是孕妇和带着孩子的年轻母亲。根据法律规定，他们可以在监狱里将孩子养至4岁。专家表示，孩子在身边能够给予母亲亲情的慰藉，有利于女囚改造。可能有的朋友对于监狱这样的地方是敬而远之，没事他不愿意到那儿看的。我是有时候出于社会考察的目的，我有时候进去啊，在允许情况下参观参观。就说一旦收监这么一个孕妇，会带来一堆的麻烦。尤其是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现在在监狱里的犯罪分子整体数量在减少，可是女性犯罪分子的数量在提升。因为这些年，一个是人口流动增多了，第二个呢，女性出来就业的各个地方增多了，有些领域之内犯罪的，你比方说卖淫呐、贩毒啊，包括金融领域犯罪的，女性的犯罪分子比过去多了。而以往监狱的设置是什么呢？它分成男监女监，就女子监狱有专门的。因为女性犯罪分子少呢，女监这块呢数量本身也不多，多数是以这个男性罪犯的监狱为主。那么这些年呢，整体的犯罪分子数量下降了，而女性犯罪分子上升了，女监的规模并没有扩容，所以这造成女监这一块经费更加紧张，管理更加不容易。
而这孕妇呢，这毫无疑问这是女性犯罪，那面临着女监紧张状况呢，一个是孕妇这块特殊情况，一个是女监现在这块的情况，两个事件碰到一块了，现在使这个收监孕妇这种情况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就像我刚才说的，轻一点就教育释放，然后这个行政拘留，然后即使判了刑了啊，缓刑，要再不行就是监视居住、监外执行。那我们希望怎么解决呢？其实也就是政府财政上拨款，把这一块完善起来，就是不能让任何一个犯罪分子以任何一种理由逃脱法律处罚。最近由于温州的房价一直在往下跌，引发了多起的房闹事件，这么以至于呢，温州工商联和温州房地产商会联合发出文件，希望政府能够出面干预。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同一时期，最近有这样的新闻出现，就说在长三角地带，像杭州啊、宁波呀、常州啊这样的城市，也发生了多起的房闹事件。很多朋友都清楚，这个房闹啊，一般是房地产降价的时候容易出现房闹，所以也有人说呢，房闹呢就是房地产下跌的这么一个晴雨表。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房地产非理性上涨的时代完全结束了呢？当然，对于房闹事件是否具备正义性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需要讨论了，因为这是个契约精神的问题。就是你房子一降价，你去闹去了，要求给补偿，那房子涨的时候你升值得的那些怎么不跟开发商共享呢？所以这个在道义上是完全说不过去的，它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契约精神呢不够这方面一个直观的表现。再者说，你这个房闹去闹的是什么？闹的售楼处，很多售楼处呢，它是房地产开发商呢包给了一个房地产销售公司，也就是说这销售公司呢让你闹一把，其实是代人受过的，冤有头债有主，真正的症结呢根本就不在售楼处这儿，而在开发商这儿，你跑那儿去闹去也没有正当性。所以说这房闹呢，它对与错这个问题咱们今天不争论这个问题，就是它肯定是不对的。可是问题就在于呢，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它是违法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可是为什么一到房地产下降的时候啊，下跌的时候，就会有那么多房闹出现去违法呢？所以咱就得分析一下这个房闹背后啊，它绝对不是简单的契约精神缺失这么一点原因。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呢？咱们得分析一下啊。就这波房闹事件体现了这么几个特征，几个多几个少。什么多呢？房价涨得快的城市房闹多，房价相对平稳的城市房闹少。你像涨得快的，像宁波、常州，这杭州，尤其它有些这个郊区地块涨得特别快，这个地方房闹就多。你房价平稳一点的，咱们看一看这个，你像是成都啊，你像沈阳啊，这个房价相对平稳，它就没有那么多房闹。这是房价涨得快的地方房闹多，平稳的地方房闹少。另外一个，二线城市里头的房闹少，三四线城市的房闹多。这个原因我想很容易解释，因为二线城市它的刚需和以及城市人口的总量以及流动人口的量能够支撑住房地产购买。而相反，三四线城市呢，咱们都知道没有那么好的产业结构，吸引不了更多人到这就业，吸引不了更多人在这安居，那就房地产相应买的人就少。这买的一少了，它前期库存量比较大了，那这回卖不出去就得降价，一降价，原来买的这些人就要闹，就这些房闹就上来了。所以二线城市房闹少，三四线城市房闹多。再一个，郊区的房地产业出现房闹多，市区好的地段、中心地段房闹就少。这个也好解释，因为郊区就如同于三四线城市以下，它的生活设施配套，包括就业结构啊、就业水平都不合理，所以它前面上涨这么多，现在一下子降价了，许多人觉得在这儿买，开始发现不值了。它不像市中心地区，那资源有限，拿地就那么几块，而且周围各方面的文化设施、生活配套都完善，买了觉得值，他当然就不肯因为降一点价他就去闹，要求退房，要求补偿。
所以这是我说的郊区地区的这个房闹出现多，市中心地区的房闹出现少。所以我通过刚才这个几多几少，其实咱们不难总结出一定的规律，就是多年以来这种理性上涨加上非理性上涨，房闹它体现的是房地产市场的起起落落，就是这些人去闹去，直接就说明他们觉得亏了，而且亏大发了，而他认为你这降价降得狠了，就说明原先我买的更亏了。那么我们首先得分析房地产商为什么要主动降价呢？咱都知道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他不合适他不干，他降价说明呢他还有很大利润空间，就说明原先卖那么高价它存在着泡沫。那么既然是存在泡沫，要能卖得出去他不就卖了吗？他何必要降价？降价就是因为卖不出去了才促销。为啥卖不出去了？唯一的一个合理解释就是库存量太大了。房地产业呢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这个规律，就说假如说你这地方上市的房子它的库存量，假如按正常一个月卖多少套来算呢，你卖1年正好能卖没，说明你这个房地产市场很平稳很正常。要是卖半年就卖没了，那这市场就会出现供不应求，房价就会上涨。要是你卖1年半都卖不没，那么说明你库存量太大，你消化得很长时间，那这个时候肯定有的地方嫌卖的慢了，卖不出去了，它就要降价。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库存量太大。我们看像常州啊，像杭州郊区啊，像宁波像温州这地方，就是前期开发的房子太多了，远远超出了这个地方的需求，再加上这个城市刚需也不够，外来人口也不够多，没有多少流动资本到这儿买房来。而且你囤积的一多了，很多这个炒房的资金就觉得没这必要了，它不是稀缺资源了，我炒可能没有利益了，那我就不炒，甚至退出抛售。这就引发了大家对房地产的这价格的预期降低了。有的时候决定房价高与低不是这个地价，也不是什么建筑价，而是什么人们对房地产预期。你大伙儿都认为房子要涨，那肯定疯了往上买，房价一定涨。大伙儿认为房价要落，你看着就都不买，房价就会落。这就是经济学里很有名的买涨不买落，涨的时候都买，等落的时候大伙儿都观望。另外一点就是房地产商他要能挺住，他还能等来说什么时候高价我再卖出去。有那财大气粗的我就不降价，但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么多降价的楼盘呢？不仅仅是一些小房地产商，甚至像万科这样的龙头企业，它在杭州各个地方，包括九龙仓、绿城啊，这些大个的房地产商也在降价。那么有一个什么原因呢？房地产它需要大量的资金，现在呢房地产商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信贷啊、信托基金等等的渠道，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国家对这方面监管的比较严。你像被称为107号文件呢，国家对影子银行的监管，这使银行信贷呢在对这个房地产企业贷款上谨慎了，包括对这个个人呢贷款买商品房这个放贷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这样无论是房地产商还是要买房的人，贷款都费劲了，他的资金链条就出现了一定问题了，他有的就绷不住了。再加上呢，有大量的房地产商啊，他个头没那么大，他就是看这波行势好我就杀进来了，没有那么大实力。这一旦房子卖不出去，资金不能顺利实现回笼，他的资金链条就要崩。前面还欠银行钱了，这边又没有新的资金补充去，他受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要降价跑量，让量能提上来，赶紧尽快实现货币归拢。所以这些事件弄到一块，共同构成了大家对房地产的一种预期。现在买房子很多人持币观望的态度越来越浓厚，我不想买了，我看这情况不对，越是这样，这房价会越往下跌。可是问题是呢，咱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的孩子结婚，有的子女大了，有的老人照顾，你种种都需要买房子这种刚需。所以这时候大家的刚需顶着，有时候你非买不可，再加上一些大量的流动资金涌入房地产炒，这就难免会出现房价上涨的现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房闹的大量出现，其实背后的推手、背后的鬼影、魅影是什么呢？
就是起码它非理性上涨的时代有可能结束了。有的人说老梁，你别给房地产商说这说那个了，你太乐观了。为啥？每当房价一降的时候，你看各地限购的政策就都松绑了啊，就说不限购了，或者是什么买房子给你上户口了。总而言之吧，政府出手救市的事就上来了，所以结果越调越高，越调越高，走向了调控的背边。所以现在这届政府，我倒觉得他的方式很对。既然是市场配置资源，限购我执行之后，我索性我永远不再反弹放开。你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房地产调控只字没提，这个很耐人寻味。它说明这届政府呢，真的是要让市场去发挥作用。所以我说，房闹的出现背后是房价下降，政府不去托市，银行越来越谨慎，这些力量综合造成的。那么这是我们解析房闹出现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房闹出现有很大程度或者说一半以上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房地产销售制度不合理造成。咱们房地产销售制度是什么呢？期房制度、预售房，就甚至地基都没挖呢，弄个售楼书就开始给你卖上了，你完了你就贷款拿钱吧，给我钱，然后我再开发。这种玩法呢，最早是霍英东发明，就属于期房制度，也叫售楼书制度。然后现在这个呢，被中国房地产商广泛采用。你看着这个制度得到法律允许，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制度是非常不公平的。为什么呢？它偏向房地产商。房地产商在这房子没有的时候，就跟你签了一个销售合同，把你的钱就都收上来了。那么我们没有看到这房子，你看，且不说房价上涨落下这些房闹事，就是房地产的官司很多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交房的时候发现房子裂缝子了，质量不行，说好的这个绿化面积没达标啊，说好的什么人车分流也没实现。我们都知道先尝后买才知好歹，你没见到这房子你就买了，那么后来引发的一些祸端，它一旦不符合这个质量，你个人很难和一个强大的房地产商去博弈去。所以好多纠纷都在于期房制度、预售，你已经把钱交了，你钱进人兜了，你就成为被动的一方了。所以这是第一个不公平。第二个不公平，你从这个资金上来看，其实房地产商有时候甚至不用拿多少钱，甚至不拿钱，而把开发的风险呢转嫁给买房子的人和商业银行。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呢，一开始要建这房子的时候，房地产商根本就不用拿钱，让你个人交款。那你个人交款到最后得房子之间可能差1年、2年甚至更长时间，那么这个长时间你交这款的利息等于事实上你损耗了，这个利息白白被房地产商给使了。何况你先拿出这钱，房地产商用来开发，就解决了他成本问题，等于他用你的钱来挣你的钱，这就不合理了。更别说那些大量的去商业银行贷款的人，他们损失的还不仅仅是存款利息，损失的是贷款利息啊。我们说贷款利息比存款利息高太多了，所以等于房地产商呢占了个人和这个商业银行的便宜，他等于少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成了空手套白狼。有人说呢，这个政策看来很不公平，确实预售制度引发了无数的后患，也非常不公平。一个空壳公司，一个从未开挖过一铲子的楼盘，一堆虚假的广告宣传，仅凭华丽的辞藻、炫目光环堆砌出的昆明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项目，轻易地骗到了2000多位购房群众2.771亿元购房款。这个连5证都没有的房地产项目，为什么就敢预售呢？嫌疑人杨庆荣在庭审当中说，这是行业的潜规则。昆明市民张连生平时靠摆摊贩卖水果为生，与女儿女婿住在一个40平米的房间内。为了让女儿住上新房，张连生拿出全部积蓄和四处筹借凑的28万元，缴纳了诚意金，购买了华西滨湖的预售楼盘。然而2010年8月1日，昆明市住建局、规划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称，
华西滨湖项目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5证全无，并不具备预售条件。购房者缴纳的诚意金不受法律保护。当时死的心情都有，真的是那个从头凉到脚。我觉得没办法向家庭交代。随后，警方披露，华西滨湖经过长达半年的违法销售，已收受2000多位购房群众的2.7亿元诚意金。而除去诚意金，该房地产公司无任何经济来源，连1000万的公司注册资金皆为虚假注册。该公司根本不具备任何房地产项目开发能力和资质。实际上，华西滨湖的项目仅停留在图纸上，连地基都没有，就赚到了2.7亿元。事实上，在昆明打着团购的幌子销售期房的手段，并非这家公司的首创。许多昆明的正规房地产公司也这么干，也做着空手套白狼的生意。2011年，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了一期名为《预售怪胎》的节目，节目中对昆明房地产市场进行了暗访。记者发现，在昆明房地产市场上的大多数期房团购销售都不具备国家规定的预售资格。可以说，在商品房纠纷中，80%的纠纷源于预售。开发商一开始缺钱，那么他求着消费者，消费者是优势地位，就在谈判中他是优势地位。但是呢，大量的消费者进来了，开发商的钱就越来越多。等开发商多到他不担心这1-2个消费者的退出的时候，他马上就进入一个强势地位。由此看出，在预售制度的前提下，因为买卖双方的标的物商品房其实并没有存在，这就在无形之中增加了交易的风险。购房者只凭着一纸合同，自己的利益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但为什么不公平政策还能执行呢？这是因为当初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扶持房地产业，让房地产业发展起来，解决他们融资的问题。因为这个很容易就把钱融来了，就解决了开发成本的问题了。但是现在房地产行业可不弱了，成了强势产业了。你再让这个期房销售制度继续下去，这就太不合理了。那为什么说期房销售制度催生了房闹呢？你看啊，当房价上涨的时候，其实是买房子的人获利了，银行也获利了。在上涨过程当中呢，等于开发商吃肉了，这买房子的人跟着喝汤了，得利益了。这个利益掩盖了很多矛盾，就等于掩盖了个人拿钱给开发商做开发成本，损失贷款利息和存款利息，这些通过房地产价格上涨把这个回来了，而且还有大量结余，所以大家目标一致了，哼哈不动了，咱谁也别提了。甚至房子真有质量问题，你找开发商，开发商说那行吧，那就按原价我给你补点利息退房，行不行？你不能干呢，你退了之后这房子你再买那就不是这价了，高了。你不退，即使它有质量问题，也比你当初花的钱，这房子是比那个值钱的卖出去。所以有一些买了房的人呢，忍气吞声，拉倒了，哎，我这不吱声了。所以这个造成了什么情况呢？它上升的时候大家都好说，可是下降的时候坏了，这部分利益没有了，开发商能接着挣钱了，可是买房的人呢，他不仅是房价下跌，他没挣着钱，他原先承担那些成本，给开发商开发的成本、贷款和存款利息这块全出现了，一辈子这积攒这些东西可能瞬间就灰飞烟灭了，他能不心疼吗？所以你看房闹里头呢，绝大多数是什么人呢？是那些买了期房的人，不是说买了现房住进去了我再闹，往往有的人住进去他就不闹了，反正我也住上了，也值了。所以往往有些买了房子住进去了，只要没太大质量问题，我不闹去了，无所谓了。往往是买期房的人最容易成为房闹，因为他买的是个符号，还没到手呢，也没住进去了，一下子我原先比方说我贷款我花了100万买这房子，一瞬间他一降价降到70万，我这30万白白的，我什么也没住呢，也没看着房子就损失30万，他受不了了。
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承担了存款成本、贷款成本，给开发商开发的成本。所以说，这个期房预售制度是出现房闹的最根本一个源泉，也是造成房地产诸多乱象的根本源泉。既然过去扶持房地产，现在房地产业兴旺发达、强势了，那不需要扶持了，咱为什么还要留这个预售制度呢？其实啊，这个预售制度不是不能，国外好多地方也在采用预售制度，但是呢，国外预售制度和中国不一样，我一比较你就能看出来。第一个，不是什么人都能够用卖期房的方式经营的，得是那种老牌的企业、有信誉的企业、实力雄厚的。一般来说不会超过房地产商总数的 20%。你等新进来的，跟着跑马圈地、跟着占便宜这些，一般来说政府是不会给他期房预售制度的这个额度的，不会给他这个。大约也就是不到 20% 的房地产商拥有这方面资格，这是国外。第二个呢，现在咱们的房地产期房预售制度是一次性把款都收回来，或者收多收少都是房地产商、开发商说了算。别的国家不是这样，它是呢，比方说你挖地基的时候收多少，楼开始盖收多少，封顶时候收多少，装修完彻底交房的时候把尾款结清。他分期给。你看霍英东那个时期，他卖楼采用预售制度，他发明，他就是这种分层的，盖多少层交多少钱，盖多少层再交多少钱，最后进的交多少钱。可我们的现在是呢，房地产商收多少完全他说了算，你这一下子作为个人来说，整个的成本就提高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呢，交这款项谁来管？在西方国家，它的预售制度里边呢，把这个钱先交给上头，不是交给开发商，交给谁？有第三方托管，他把这钱先管起来，不是都交给开发商。而我们是什么呢？你贷款或者是你的存款一次性交清也好，都给开发商了，开发商想怎么使怎么使，这便宜占的太大了，这是。但最后一点很关键，交房的时候不是开发商直接交给这个消费者，而是由第三方有个机构来验收。你要不合格的话那不行。这第三方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现在什么监理公司之类啥，因为监理公司有时候开发商请的，他胳膊肘向那边拐，人家是第三方公正的机构，不合格的话不能交，不合格的话开发商也不能拿最后的尾款。所以他有这些监管制度保证，那么这个时候期房预售制度它才能够合理进行。而我们可倒好，最后是开发商直接向商户交，你有啥毛病你对我来吧。咱个人跟一个庞大的开发商、有实力开发商，你怎么比的？打官司你这都费劲。所以我们说，一个房闹的出现，有可能意味着中国房价非理性上涨的时代要结束了，同时也意味着期房预售制度的弊端现在已经完全呈现了。所以我是希望我们的相关政府管理部门要在期房预售制度这方面给予充分的考虑，即使执行的话，也要有像国外那种严格的监管，不能把便宜都让房地产商给占着。